我竟然嫌他卖的太贵了。大师兄，此事莫要难过，毕竟谁也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出手，并且还翻倍涨价。不过上次我分了你一些，你要用也是足够的。用什么用？我修为已是化神，下修仙界的灵气浓度已经不足以供我修炼了，更何况一枚小小的灵珠呢？对啊，那你不修炼，你问我要灵珠做什么呀？卖呀！当你是我师兄，我才把压箱底的存货拿出来跟你分一分，结果你竟然是要转手售卖！大师兄，我猜原因啊，那些灵珠里的灵气是跟我修炼的。那你……我攒点积蓄嘛，以后去上修仙界不至于太穷，反正剩下的也够你用了。攒积蓄归攒积蓄啊，但是你不能薅十里羊毛之后拿去攒积蓄啊！大师兄的画风越变越离谱了。江瑜正一时之间分不清到底是叶荣月有毒，还是清玄宗更毒。灵珠销售完了无法补货，但鬼泣符可以。除了大部分弟子留在这里修炼提升自己以外，还要召集另外一小部分实力强的弟子外出巡视，一来查看四周的情况，保证大本营的安全；二来遇到需要帮助的弟子把他们给救回来；三来一旦发现新的机会和转机，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抓住。以后每天留一个化神在大本营里守着，其他人要轮流出去。蒋师兄，你们呢一会儿商量一下，给我个明天出门弟子的名单。好，我一会儿商量好给你。鬼泣符以后会持续供应，凡外出击杀鬼魂者，每天按照击杀数量排行，前10的鬼泣符7折，前50鬼泣符8折，前100鬼泣符9折，末尾不打折。打折？鬼泣符打折？这么高的折扣，我可以啊！我要杀100个！叶玲珑看到他这一鸡血打下去，大家此刻满心激动，干劲儿十足，他便满意的坐了下来，开始画符。在他灵魂力突飞猛进之后，他画符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叶玲珑尝试了极限画符，一天之内竟然画了近500张。不过这500张不全都是鬼泣符，其中有100张是火焰符，关键时刻多准备一些总没错。小师妹，我们准。看到他双眸布满了血丝，憔悴的像个鬼一样时，小师妹，你可悠着点，不用一次画那么多的。裴洛白一边说着，一边取了枚灵丹放进他的嘴巴里，往他的身体里输送了些灵力。没事儿，我就是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大师兄，我一天画了500张。宗门弟子和苍山弟子全都惊呆了，500张啊！他是什么怪物吗？竟然能画那么多！别说画符了，就是写字也得一刻不停嘛。小师妹，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呢？是啊，或者我们先走。小师妹，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跟上。这时司玉晨叹了口气，回头看了江瑜正一眼。你再不努力一点的话，可能你这一辈子都追不上他了。大师兄，你就不能学学豆芽菜的大师兄吗？他对师弟师妹们多好。你觉得他好，但他当你是贼一样的防。江瑜正的心更疼了。直接出发吧，一会儿我在五师兄的长羽灵穴上休息就可以了。叶玲珑起身正要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跑到四师姐花诗情那边，又把陈七元拽了过来。有空研究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交代完毕之后，他便出发了。大家分成了5组，往5个不同的方向出发。叶玲珑忽然想到，连那么丑的鬼兽都能召集群鬼干架，他家招财为什么做不到啊？这么一想，叶玲珑便打定主意，下次要训练一番。忽然间，前方传来了不小的动静，有苦叫的声音，有打斗的声音，还有鬼魂低吼的声音。穆萧然迅速地朝着声音传出来的方向飞了过去。在弟子们的前面，一个人正在跟一只鬼兽做殊死搏斗。令叶玲珑震惊的是，这只鬼兽竟然是完整的，他的手臂没掉。怎么回事？是长出来了，还是他们不止一只？是烈阳殿的弟子。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啊？看起来好可怕，他的半张面目已经狰狞，身体竟然有一半湿化了。加速冲上去，先救人！叶玲珑说完，取出红颜，第一时间便冲向了鬼兽。在他冲过来的第一瞬间，跟鬼兽做搏斗的人愣了一下。你救他们吧，别管我了。这声音叶玲珑听出来了，赫连凤。所有人都会救，包括你。赫连凤又是浑身一震。你愿意救我？我不愿意救你啊，可有生意我也不能不做。救你一命100石。虽然但是100石就能买条命，他是认真的。
在回城之前，叶玲珑让贺连放给他现场结了个账，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贺连放没想到他100石都要收，于是硬着头皮掏了钱。交完钱之后，他却没有跟其他弟子一块走。做甚？还要我请你走吗？我不跟你们走了，你带我的师弟们回去吧。大师兄，你一个人要去哪里啊？去我该去的地方。哪里是你该去的地方？你是烈阳殿的首席，就该一直带着我们走下去啊。可我现在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看不到吗？我已经半个身子不是人了，要不了多久，我整个人就会彻头彻尾的变成怪物。届时，我恐怕连理智都不会有了。我跟着你们走，只会害了你们的。可是大师兄，我们怎么能够丢下你呢？这些天无论多难多险，你从来就没有丢下过我们呢。你们就当我死了吧，以后好好的活着，跟着叶玲珑，他会带着你们出去的。大师兄，你在我们心里永远不是怪物，你不走，我们也不走。唉，真是令人感动啊！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叫你们大师兄先付了100石，不然你们如今都不走了，我就白干这一场了。叶玲珑这一句煞风景的话一出，所有的情绪一下被止住了。要我说，你们差不多得了。吸鬼这事你们大师兄又不是第一次干，只不过以前吸的少能控制得住，现在吸过头了，但所幸还没吸崩，应该还能再抢救一下。你真的能救我大师兄？我们清玄宗带了神医的。有救，真的有救了，太好了，遇见叶玲珑真的是太好了。不过寻医问药是另外的价钱。他能不要总在关键时刻煞风景乱气氛吗？最后贺连放还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叶玲珑的车队。临走之前，叶玲珑把跟他联手诛杀的那只鬼兽的尸体收了起来。近距离再看这只鬼兽的时候，叶玲珑确定了，这玩意儿不止一只，情况永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走进大本营里，叶玲珑喊了一声小骡子。哎，叶子姐，有什么事吗？他刚问完，就看到了他身后的贺连放和烈阳殿众人，顷刻间笑容便从他脸上消失了，声音里还带了几分哽咽。就剩这么点人了？是啊，我们就剩这么点人了，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听到这话，罗延忠忍不住红了眼。一直以来，他跟着叶玲珑，跟着实力最强的清玄宗和昆吾城，大家都相安无事，让他差点就忘了这是个多残酷的地方。这里每分每秒都在吞噬人命。你们还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身上伤那么多，我带你们去处理一下伤口吧。烈阳殿的弟子点了点头，跟着罗延忠走了。有他在，他们在这里也舒坦许多。叶玲珑叹了口气，转身找陈七元和花诗晴去了。七元兄，四师姐，情况如何？情况不太妙。什么意思？陈七元指了指那根被解剖开来的断臂。除去变异的部分，剩下的大致构造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人的手臂。叶玲珑目光一震，这些满目狰狞、可以号令群鬼、带着情绪、有自己个性和思维，且能够摧毁菩提树的，不是鬼，不是兽，而是人。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啊？我们也反复的研究了好久才敢确认的。小师妹，这真的是人的手臂。原来我们这些在福岛上被关起来的人，一部分会被鬼魂撕碎成为他们的食物，还有一部分会化作鬼兽，带领这些鬼魂继续为祸人间。而且我们还从这断臂的肌肉和经脉判断出来，这人修为在元婴。那换个思路，是不是说明福岛的结局里，我们所有进入福岛的人，弱者直接原地消灭，强者会留下变成鬼兽，继续充当着布置陷阱之人的傀儡。这话题越说越可怕，但叶玲珑清楚，最可怕的情况才有可能是最终的真相。下修仙界所有的精英全都被骗到福岛上来，一半被当作养料，另外一半留下当傀儡。那么接下来呢？福岛若有朝一日开放，这些变成了鬼兽的傀儡，是不是会作为先锋进攻整个下修仙界？再加上遮云城、大青山秘境，以及许多他未曾去过又极有可能隐藏着鬼魂的地方，这些地方全面爆发，届时整个下修仙界将会成为一片巨大的鬼域，活人不在，鬼魂横行。这到底是怎样大的一个阴谋？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想做什么？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叶玲珑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福岛里的人不过是开胃前菜，无论有没有进来，最后谁也别想逃掉。这背后之人要的是整个下修仙界的覆灭。
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我们第2部见。公主亲自前来，尔等速速出来迎接。公主殿下惊艳四座，威震八方，眼神不错嘛。那赏你的。公主殿下，当真无所不能。看完全程的几个师兄差点惊掉了下巴，还能这么玩？小师妹又有新的发挥了。身为强大的鬼王，你除了会吃鬼以外，你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技能没掌握，那就是号令群鬼。不过不要紧啊，成长需要时间，我会陪你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招财微微歪了一下脑袋，看起来听得不是很明白。你看到那边的鬼了吗？招财一回头，眼睛一亮，不是，那些不是食物，你不能吃，他们是你的小弟，未来的小弟。小师妹，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带你们去个好玩的地方啊。具体是做什么呢？跟化神干架，你们准备好了吗？如果说他们准备好转身溜回去，会挨打吗？小师妹，你要去找化神干架，你为什么不去找化神呢？要找我们2个小元婴？你俩行啊。宁明成和季子卓互看一眼，看到彼此眼中的慌张。小师妹，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们要去干什么危险的大事儿？也没多危险，就是不久之前师兄们出门的时候打伤了一只化神期的鬼兽，打架的时候呢，我偷偷的往那只鬼兽的身上甩了一张符做标记。现在我们要去找到那只鬼兽，它伤势很重，奄奄一息，不危险的。小师妹的鬼话只能听一半，另外一半得靠推理想象。那只是什么鬼啊？之前没见过，厉害吗？不厉害，一只3级鬼而已，实力也就化神吧。小师妹，你是要杀了那只鬼兽吗？说我要杀了那只鬼兽，我还叫你们做什么？我喊大师兄他们几个不是更快吗？那你打算做什么？活捉他呀。小师妹，你是不是对我们的实力有什么误解啊？没有啊，我觉得你们可以。谢谢你的信任啊。别聊天了，赶紧干活。叶玲珑说完，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叠符纸。这个加速符方便你们逃命用的，这个呢是杀鬼符，贴在你们剑上杀鬼有加成。这个是保命符，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要用。小师妹，就没有一点实用的保命物品给我们吗？季子卓这会儿也顶不住了。七师兄，最大的保命手段永远是强大的自己。你当初不是争强好胜四处挑战吗？是什么磨灭了你的斗志，让你现在如此颓丧？是你这位疯批小师妹啊！小师妹，能不能放低一点难度？我们先实现一个小目标，比如不要活捉那只鬼兽，先捉一只2级鬼魂练练手。六师兄，你号称全宗门接受能力最强，随遇而安，能躺则躺，你现在怎么也学会来教我做事了？不想教，但会没命啊！好啦，唠嗑完毕，开始干活。你们俩现在就朝着那只鬼兽冲过去拉仇恨。不是，等一下，我们还没有商量好。宁明成话音刚落，只见那群附近的2级鬼迅速地转回头来，看向他们藏身的位置，然后朝着他们扑了过来。小师妹，你做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撕掉你们的鬼气符而已。很快，他们便进入了当诱饵该有的状态里面，拿着剑跟冲过来的那几只2级鬼魂干架，在他们家鬼兽老大面前，把他们炸成了碎片，魂飞魄散。区区几个鬼魂，不过如此。这就去请你们老大的狗头回来当凳子坐。这话一出，那只趴在那里舔舐伤口的鬼兽瞬间身形微微一震，恼了。于是他站起来，仰天咆哮一声：妈呀，都这疙瘩了！他们虽然又残又弱又智障，但是他们打不过恩海兄弟啊！喂，别追我了，是他说要去你狗头的，跟我没关系啊！你不要给我随便拉仇恨啊，兄弟！骂你智障的是他，不是我。冤有头债有主，你追他呀！他全都听懂了。那只鬼兽更气了，连同身边剩下的几只2级鬼也跑出去追了。哎呀，这里怎么有个受伤的小可怜？不要怕，我带你回家。叶玲珑二话不说放招财。招财出来之后，就抓着那只3级鬼到一边玩耍去了。那只鬼兽猛地抬起头来，低吼了一声，就剩他一个小金丹，不足为惧。谁知下一秒，一只凶兽凭空出现，张开了比他还要大的嘴，一口把他的脑袋给塞进了嘴里。吐出来，吐出来，不准把它吃掉啊！活的，我要活的！又脏又臭还丑陋的鬼兽，配不上太子殿下你的尊贵玉口。
然后他真的被吐出来了。接着他被啪啪的甩了2巴掌，他痛得叫了一声啊！哎呀，还活着！就这样，那只鬼兽被叶玲珑生擒了。他找了一块3面环山的风水宝地，在那里花了半个时辰布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结界，然后把活捉的鬼兽放了进去。然后他迅速地跑去找2位师兄。找到七师兄的时候，他正泡在湖水里头跟鬼魂打得火热。七师兄，你玩够了吗？我在以命相搏给你拖时间，你却觉得我玩得很快乐。小师妹，你成功了。抓个鬼兽而已，我能失手？你为什么不会失手？你心里没点数吗？鬼都跑光了，鬼兽受伤了，而且你身上还带着招财太子和小白呢，那你还不救我？七师兄，你好好想想，自己为什么会沦落到需要我一个金丹拯救的境地？因为我不够努力，修为太低，所以我发誓等我脱困之后，我必定会好好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化神，一来保护小师妹，二来守护清玄宗，三来不给师兄们拖后腿。七师兄，你很有觉悟。那你能让招财吃掉他们，把我拯救起来吗？不能。季子卓不可置信地看着叶玲珑，鬼兽我所欲也，鬼魂亦我所欲也，二者必须兼得。唯有辛苦师兄从里面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这些鬼魂去我准备好的结界里面吧。看着季子卓面如死灰的模样，叶玲珑心疼地叹了口气。要不我撕掉自己鬼气符，替你吸引仇恨，把他们引走吧。反正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师兄们肯定不会知道，你不必担心会被他们打死。而我即便是死了，那也是为了人类而牺牲。我可以，我马上就杀出重围，把他们引走。小师妹，指路。啊！季子卓拼了半条命，终于把这些鬼魂带进了叶玲珑布置好的结界里。完成任务的那一刻，他直接躺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力气已耗光，哪儿都是伤。七师兄，走了。小师妹，我不行了，认真的，求你让我歇会儿吧，我是一步都走不动了。这样啊，既然你不想去看六师兄如何身陷重围被鬼群殴的话，那我就自己去了。季子卓一秒起身，满血复活。有这种好事儿，他岂能不看啊？我要好了，我们走吧。哦。他们找到宁明城的时候，作为火系丹灵根的他正在一片火海里跟鬼魂厮杀。七师兄，好看吗？好看季子卓，你这个混蛋，你目无兄长，你无耻至极，这笔账我记下了，回去我就收拾你。哪天师兄弟反目成仇，清玄宗被迫散伙，小师妹必定居首功。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进来帮忙？你眼里有我这个师兄吗？不是我不帮，是小师妹不让我帮。七师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小师妹为何不按套路出牌？季子卓，你快去帮六师兄啊！你们兄弟齐心，做断钢筋，一块把鬼魂引到我的结界里去。小师妹，来之前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什么了？你是让我来看六师兄笑话吗？所以你真心这么想的吗？季子卓，完了，清玄宗要内讧了。我马上就来帮你。季子卓哭着持剑冲进了火海里。六师兄，你当心点，别伤着我的鬼魂了。正在火海里血拼的宁明城一脸问号。这些我也要活捉的。于是宁明城和季子卓两人一起把这最后一波鬼魂引入了叶玲珑布置的结界里面。这回两个人没有打架，没有翻脸，而是一起躺下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七师兄，六师兄，我其实都是为了你们好。哪里好？虽然七师兄带着鬼魂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帮忙，可六师兄坚持的时间比七师兄要长了许多。综上所述，你俩的付出是对等的，没有谁亏谁赚。哦，谢谢你啊。好啦，你俩不要再跟彼此置气了啊，不要心有芥蒂，不要互相设防。感觉到他俩关系不再破裂后，叶玲珑放心地走到结界前去观察里边的鬼兽和他的小弟们。只见他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留影石，他把留影石放在了结界外的一个石头上，那个位置能够录下结界内所有的场景。小师妹，你打算做什么呀？炫鬼啊！我家招财至今学不会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鬼王，作为他爹，我必须要教导好他。
叶玲珑一边说，一边继续地熬过他的留影石。等他能够号令群鬼的那一天，我们让他把整个福岛的鬼魂都收入麾下，届时群鬼听他号令，他听我号令，我就可以一统鬼兵，登顶巅峰，炸穿福岛。这也行？那你打算如何教导招财呢？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师傅和现成的教具吗？鬼兽怎么叫，他也跟着学教就是了。我家招财不聪明，但录下来之后他看一遍学不会，那就看1000遍10000遍，循环播放，日放夜放，必定能成。6师兄7师兄，你们想好了吧？宁明成和季子卓瞬间后退了一步。不是吧？又到了你们发光发热拯救人类的光荣时刻。于是宁明成和季子卓持剑冲进了结界里面，不明所以的鬼兽立即大吼一声，谨慎命令那些鬼魂迅速地守在自己的身边。看见没？喊鬼魂过来的防御是这么喊的。在宁明成和季子卓的挑衅之下，鬼兽终于忍无可忍，命令鬼魂们发动攻击。学会了没有啊？这个呢是发动攻击的指令。季子卓和宁明成演了1个多时辰，终于听到了叶玲珑喊收工了。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回去歇一歇，等我写好新的剧本，我们明天再来演。虽然明天还要来，但不妨碍今天收工了很愉快。离开之前，叶玲珑又在结界上加了好几道符文，确定他们跑不掉之后，跟他俩一块回去了。叶子姐，你快让2位神医去看看我大师兄吧，他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看起来很难受，而且身上湿化的迹象是越来越严重了。走吧，先去看看贺连放。他会不会变成怪物啊？他那么危险，总不会还要把他留在这里吧？叶玲珑那一刻心脏猛地一突，若是有一天他的师兄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呢？七元兄、四师姐，你们快帮他看看。在对贺连放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之后，面色变得十分凝重。他的身体在湿化，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懂了，会变成鬼兽。有没有办法能阻止他？他现在似乎是进入了鬼化的状态，神智已经不清醒了。如果能把他神智拉回来，或许能够暂时止住这一次鬼化。等他完全清醒，配合我们才有办法把他救回来。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的神智拉回来？我们的医术仅限于身体，对灵魂暂时没有办法。灵魂？你们起来，让我试试。叶玲珑深吸一口气，双手抬起，放在了贺连放的脑袋之上。这是他头一次尝试用灵魂力施展大重生术，去治愈人的灵魂，将他从混乱、损伤以及被控制的负面状态中恢复过来。他尝试了几次，失败了几次，摸到了窍门，施展起来了。很快，贺连放挣扎的身体猛地一震，然后渐渐地趋于平静，起作用了。叶玲珑收回了他施展的灵魂力，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差点站不稳。花诗晴迅速往他嘴里塞了一枚丹药，陈七元也在第一时间给他施展了治疗术，让他身体好受一些。小师妹，你感觉怎么样？没事，就是有点累。看看贺连放他醒了。贺连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痛，浑身上下像是骨头被拆散了又重装一样的痛。痛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差点就控制不住，失去理智，彻底鬼化了。鬼化的过程里，你的骨血都在异化，相当于在极短的时间里暴力改造，能不痛吗？那我还有救吗？有救，但是代价不小，看你愿不愿意。什么代价？废去一身修为，成为一介凡人。你可以选择重新修炼，但修为被废一次，日后的修炼只会比你第一次更艰难。你也可以选择不修炼，回到凡人的状态，活到100岁自然死。贺连放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懵了。为了超越司雨辰，他甚至不惜用邪术增长自己的修为，却想不到这就是报应吗？叶玲珑，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重新再来，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不敢活着？不能创造奇迹那是理所应当，要真的能创造奇迹回到原来的高度，那不就是逆天改命了吗？想想就很热血啊。那好，我便废去这一身修为，从头再来。二位可否帮我？可以，不过马上就要动手，因为我们不确定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发作。好。陈七元和花诗晴此时也回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就给他医治。小师妹，你刚刚的回答是真的吗？假的。啊？
给他一个理由活着而已。但说自己干嘛，不要太认真了啊，我又不吸鬼。小师妹说的永远都好有道理啊。赫连放的事情安排好之后，叶玲珑便跑到基地外面去了。忽然听到边上远一些的位置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什么情况啊？宗门联盟内部反目了？在2座山巅之上分别站着2个人。哎，看见没有？我就说了，你这野鸡阵法是不堪一击的，翅膀都折没了，像只瘸腿鸡啊！我用你教吗？有空你不如先改一改你的泥鳅阵法，脑壳像是有包，谁用谁沙雕啊！一通半斤8两的互骂之后，2人干脆直接动手。他们分别凝聚灵力往对方身上打过去。我没太听懂啊，他们说的什么阵法？野鸡、泥鳅，不像啊。哎，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是凤翔阵和游龙阵呢？好歹是清玄宗和昆吾城的大师兄，吵架的时候能不能注意一下身份？罢了，没眼看，爱打打。叶子姐，我大师兄已经结束治疗了，他现在情况稳定，说是有话想要跟你说。叶玲珑一点头，跟着罗延忠去了赫连放那里。你找我什么事？你还记得我们联手击杀的那个你称为鬼兽的吗？记得。我可以肯定，那是人变的。如果今天你们不阻止我的话，我会和他变得一样的。赫连放是主动去吸的，可那些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去吸鬼魂呢？你吸食鬼魂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或者特征吗？越吸越想，越停不下来，那种获得强大力量的感觉让人沉醉，让人忍不住想要更多，变得更强。赫连放说完之后，掀开了他的衣摆，露出了他的大腿，上面缠着厚厚的纱布。我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就用剑戳自己，用身体的疼痛去唤醒自己的理智。可是这样的办法会让我对疼痛越来越麻木，渐渐的失效的。也就是说，也许是有某个诱导让人第一次碰了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停不下来了。这个诱导便是这巨大陷阱里的重要一环。叶玲珑嘱咐赫连放好好休息之后，径直往杨锦州和唐一凡那边去了。他蹲在阵法外面观察2位师兄，看了一会儿，什么动静都没有。不用看了，估计还要好几天时间呢。这么久？小师妹，你是天才见多了吧？正常突破化神本来就要很长时间，7天往上也不奇怪的。更何况这里环境不好，灵气不够浓郁，没有优厚的条件，全靠自身努力，自然更艰难一些。对了，二师姐，你来帮我做个东西。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那一枚流影石，递给柯心兰。我用它录制了好多片段，你帮我剪辑一下，做到一枚幻术珠子里行不行？剪辑？就是这里面只有部分片段是我需要的，你把它们提炼出来，一起放在一枚幻术珠子里面。行。花了好一段时间后，终于把鬼兽那些有效指令全都弄好，放在了一块儿。好了。叶玲珑盯了好一会儿。二师姐，能不能再给我做另外一种珠子啊？这种珠子我可以让它按照顺序播放，也可以通过灵力操控选择播放的某个片段。这种情况一枚珠子不够，能不能做1圈珠子？你可以用灵力催动不同的珠子，让它放不同的片段。可以啊。为了使用方便，我给你做个手杖吧。我把珠子做在手杖上，然后你拿着手杖直接注入灵力就行。好啊。柯西兰说完，又低头开始修修改改。叶玲珑继续在旁边画符。又过了很长时间，柯西兰终于把手杖给做好了。好了，你看看。哇，好漂亮！小师妹用的东西当然要漂漂亮亮才好。谢谢二师姐。叶玲珑便把那一枚自动循环播放的珠子放进了招财的棺材盒子里，让它全天候不停歇的洗脑。忽然间，外面传来了一道巨大的动静，大的整个地面晃荡了一下。这时候大本营里空荡荡的，就只有他们几个人。不好了，出事了！听到呼唤声，叶玲珑迅速起身出门去查看。怎么会有那么多鬼兽啊？应该是袭击别墅成功了，成功把那群人异化成了鬼兽，鬼兽数量暴增，使得他们摧毁菩提树的能力更强了，所以才会尝试对我们发动进攻。他们这也太聪明了吧！虽然鬼兽是人鬼化而成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失去了许多的人的特性。8只鬼兽的身后带了8只3级鬼以及无数的2级鬼，密密麻麻的堵住了他们的大本营门口。
小师妹，现在怎么办呢？叶玲珑回头把大本营里的师姐们叫了出来，交给他们一叠符纸，展示你们百发百中技术的时候到了，打他们！6师兄、7师兄，我们一起用远程法诀攻击。双方很快陷入了僵持之中。符纸快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叶玲珑看了一眼快要掉光了花的菩提树，她一咬牙，往自己身上贴了3张加速符，然后提着红颜冲了出去。小师妹！红颜快速又精准地刺入了一只鬼兽的脑袋之后，又嗖嗖的一下冲了回来。他又趁机嗖嗖地冲了出去，又一只鬼兽倒下。往山坡上的那只鬼兽看了一眼，笑得十分挑衅，怎么会有这么疯的人？他思索片刻，有了。他朝着那群鬼兽又吼了一声，发布了新的指令。剩下的6只鬼兽忽然全部停止了对菩提树的攻击，在顷刻间转头一起扑向叶玲珑。他终于急了，那就来呀，谁怕谁呢？6只鬼兽顷刻间毙命，倒地的时候尸体没有一只是完整的。对不起，小师妹，我来迟了。4师兄，还有我呢。唐师兄，你也成功了。是啊，好在及时，不然你若出事，我们都要完蛋了。叶玲珑又一次抬起头看向山坡，只见那只鬼兽神色阴冷地盯着他，后退几步离开了。6个出门的化神联手2个刚突破的化神，一起灭掉了8只3级鬼。弄死他们之前，叶玲珑把招财放出来，又给他吃了一顿。我们需要去寻找新的庇护场所，我们还得把剩下的人类给找到。确实如此，现在这个时候，若是我们能够联合多一些人的话，对方就能少一些鬼兽。虽说团结就是力量，但黑山盟那群人，我是真的不想搭理。那这件事情先放一放，找百教神殿先联合起来吧。我赞同。我也赞同。我跟他们彻底失联了。少主别担心了，咱百教神殿那么多人，还有2个化神呢，必定不会有事的。若是我当初不曾离开的话，现在就能跟他们同甘共苦了。少主，你若不离开，又怎么会有今天联合苍山72宫和宗门联盟一起找百教神殿合作的壮举呢？你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啊。向元杰这会儿又打起了精神。虽然我跟他们失联了，但是若能找到他们，我必定会说服他们一起合作的。那好，我们马上安排人出发去寻找百教神殿的下落。或许是倒霉了太久，老天爷都于心不忍，让他们找了一会儿之后，就遇上了百教神殿的人。但这些人只有10来个。少主，你还活着！你们怎么会剩下这么点人了？我离开的时候，分明大家已经聚集的差不多了呀。少主，这些日子我们东躲西藏，艰难求生，好不容易找到一棵菩提树，又被那鬼东西给摧毁了好几棵，我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别怕，不会再有事了，我来救你们了。向元杰这话一出，那些个弟子愣了一下，然后集体看向赵小四。小四，我们是真的有救了吗？这回是真的，他没有沉浸在自己的完美世界里给你们画大饼。他们一路寻找下去，把零散在各处的百教神殿弟子聚集在了一块儿。快，救人！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再不去就晚了。怎么回事？除了我们3个，还有10几个弟子被那些鬼拖走了，人还是一口气反抗不了。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活捉我们的弟子，但被捉走的从来没有回来过。求求你们，快救救他们吧！叶玲珑二话不说，冲在了最前头，裴洛白他们也迅速跟上。不能直接动手杀他们，人都在他们手里。我们上次选择强攻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人都杀了，然后分头逃窜。这些鬼魂跟别的不一样，专门干抢人的事情。我有办法。听到这话，大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养招财千百日，教招财好几宿。为了培养他这好大儿，他费尽了心思，还差点废了2个师兄。他必须要拿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啊！我的好招财，你千万别叫你爹被打脸啊！看到招财，百教神殿的人吓得疯狂后退好几步。什么情况？这是死亡之前的幻觉吗？招财去吧，喊你那些小弟过来集合。招财微微一点头，低吼了一声。叶玲珑一听，整个人身体一僵。不对，这不是鬼兽的指令。指令会不会叫他们过来集合，懂不懂？不懂你给我再听一遍，给我学明白了。往手杖里注入了疯狂多的灵力，导致整个手杖发出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这声音一出，那些正要拖着人离开的鬼魂迅速停下，然后齐齐转身，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
那一只强大的鬼王处集合了过去。这个世界好魔幻啊！听见了没有？这个是集合的指令。再给我听着啊，这个是放下的指令，还有这个是后退的指令。叶玲珑一通暴躁操作之后，众鬼在他面前臣服下来，听话又乖巧地站在那里，等着下一个命令。你到底学会了没有？你不会，我都会了。这下连叶玲珑自己都震惊了。哎，他会了。叶玲珑忽然就不暴躁了。他的目的不就是自己号令群鬼吗？这么想着，他一抬头就看到被劈头盖脸一顿骂之后，脸上的表情委屈兮兮的招财。好啦，我刚刚是大声了点儿，但是你难道就没有错吗？不会就不会，你不该骗我啊！招财听到这话更加委屈了，整个高大的身躯都蔫了一半。算了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再也不怪你了，你不要难过了。招财表情秒变，兴奋的张牙舞爪，朝着那些乖乖站着不动的群鬼扑了过去。叶玲珑赶紧一把抱住招财，这些二级鬼如今已经是他们的鬼了，怎么能吃自己的鬼呢？吃光了他号令谁去啊？站住，不能吃！招财站住了，但表情委屈兮兮，不太高兴。好啦，一会儿我带你去吃个够，现在不行。招财被安抚住，他乖乖地站在原地。叶师妹，地上的百教神殿的弟子我们可以带走了吗？准了。小师妹，带了那么多人，我们先回去吧。好的，五师兄，我不做你的长羽灵雀了，不拉风。做长羽灵雀都不拉风，那要怎样才拉风啊？几个师兄还在疑惑的时候，只见他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张贵妃椅，然后他大摇大摆地坐了上去。坐上去之后，他翘起二郎腿，掏出个灵果放进嘴里啃了起来。接着他冲着招财挥了挥手，招财飘到他身后，然后他按动了自己的手杖，一声鬼吼惊天动地，响彻山谷。下一秒，那些二级鬼便乖乖地飘过来，将他身下的座椅抬了起来，一部分抬椅子，其他部分则包围在他身侧，护驾而行。师兄们，我可以走啦。看完全程的几个师兄差点惊掉了下巴，还能这么玩？见识过小师妹神通广大的裴洛白，小师妹又有新的发挥了。在青云州见过他弄了只坐骑号令群妖的沈离贤，这画面似曾相识啊。用长羽灵雀载了小师妹无数次的穆萧然，这样一比，灵雀是真的不拉风了。站在不远处的司玉晨若有所思，手里有一串佛珠，是不是也能开发点新的用法？没见识过叶玲珑那么彪悍的蒋松行，这真的是个人类吗？该不会是对面派过来的卧底吧？叶玲珑找了个风水宝地，把他的鬼军安置了，并且在安置点的周围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法阵，一旦有人闯入或者大批量的鬼魂逃跑，他就能收到消息。安置完毕之后，他又去找那只被他关起来的化神鬼兽。你的伤还没好呢，是不是好疼啊？哎，你饿不饿？在这里是不是很孤单？他又来了，他又阴阳怪气儿了，他能不能做个人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想好了，我们做朋友吧。他是鬼兽，不是鬼魂啊，他是会思考的呀，能不能骗鬼的时候带点诚意啊？算了，还是别做朋友了，我做你的主子吧。哎，过来磕头。看吧，本性毕露了吧？他虽然是俘虏，但也有自尊的好吗？招财、太子，大爹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现场解剖，不会丢命的那种。叶玲珑说完，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把匕首，正准备一刀扎穿鬼兽肚皮的时候，他忽然原地跳起，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算了，我是他的主人，怎么可能会伤害他呢？以后再跟你们表演吧。叶玲珑看他这么乖，从戒指里拿出符笔和符纸，按照当年封印招财的方法，在他身上贴了个满满当当。符纸消失之后，他还用那条万能的绳子给他捆成了麻花，然后在他的胸口上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来，我的小仆从，喊你这些鬼魂小弟扛着你啊，跟我一块走。大本营里，大家知道刚刚鬼族新公主叶玲珑回来了，不但带了一群鬼魂，还带了一只鬼兽。不是啊，她真的融入鬼族，融入的那么自如吗？她还记得她是人类宗门里的小师妹吗？二位可否辛苦一下，帮我把她抬进大本营里啊？她太
太重了，我身脚体弱抬不动。说第一句就行了，第二句大可不必。于是那2个弟子蹭蹭的跑过来帮他抬鬼兽，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鬼兽，毕竟看着就沧桑。叶玲珑直接把他抬到了二师姐柯心兰的身边。二师姐，我直接把他抓回来了。我打算呢再做一个手杖，增加手杖的词汇和语句量。这时大量弟子凑了过来，好奇的盯着这只鬼兽。三师姐，你来的正好，你跟二师姐一块来帮我打造新的手杖吧。我一会儿呢把我的设想和需求写清楚，你们就按照上面的来做。两人一点头，成。小师妹要做什么都成。小师妹，这只鬼兽你哪里抓来的？就是上次那只化神期的鬼兽啊。在场的所有化神瞬间心头一突，化神啊，人人敬仰的化神啊，这还不如死了痛快。小师妹，他驯鬼就算了，连鬼兽都驯，还是个化神。他不会抑郁，从而想不开自尽吗？这问题问得很专业，毕竟是御兽师。会啊。那怎么办呢？死了再抓一只呗。好残忍的回答。在场的化神默默地叹了口气，倒是那只生无可恋的鬼兽没多大反应，毕竟他见识过叶玲珑最险恶的那一面，这真的不算什么。小师妹，你这个手杖做出来，假如对面有一只鬼兽，你们一起命令一群鬼，他们会听谁的呀？这个我做过实验，刚刚我用招财狐假虎威的命令群鬼，同时这只鬼兽呢也一起命令群鬼。2个命令发出的时候啊，他们会选择更强的一方去听令，所以只要招财无敌，那我就无敌。等我升级好手杖之后，我就带着招财征战四方，你们等着，让我去为你们打下这一片江山。小师妹好棒，还是师姐最棒，毕竟这些都是师姐做的。哦对了，师姐，我还想要一个斗篷。什么斗篷啊？我一直都贴着鬼气符，时间久了会不适的。你呢，给我做一个可以隔绝鬼气的斗篷，里面是正常的，外面则是可以散发大量鬼气，这样我穿上它，我就可以不用贴鬼气符了。